据媒体报道，我国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将会在除夕前后抵达火星轨道，可以说关键时间点到来了。此次天问1号将有3个重要的目标，即火星环绕、火星着陆、火面巡视。根据计划，天问1号的巡视器将在今年5月登陆火星，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2个探测器登陆火星的国家。在2月5号的时候，天问1号还传回一张火星照片，率先引起热议。而国外网友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天问1号呢？我们去国外网站看了一些外国网友的评论，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吐槽的地方。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天问1号即将抵达火星之际，有人心态崩了。首先是英国《每日邮报》下面的评论，评论用户以英国、美国与澳大利亚人为主。与西方一贯宣传方式一样，西方网友大多数给予的是负面评价，而负面的评论基本上也都是些老调重弹，包括中国窃取西方技术、西方援助中国、中国技术造假等等。基本上任何一条关于中国科技的新闻都能在西方媒体上见到类似的评论。实际上，这也反映出西方国家自大且无知的心态。中国科技力量日益壮大，很多西方人固执地认为中国肯定不是靠自己实现的，因为只有他们能。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日本雅虎网站相关报道下的评论。西方网站下偶尔还会有1-2个外国人为中国说话，但日本媒体评论区就基本上清一色在进行负面评价了。不过与西方媒体下的各类评论不同，日本网友基本上都在咬定这肯定是假新闻。日本人一直骄傲地认为自己才是亚洲文明之光，连日本都没有去过火星，中国怎么可能实现？一定是假消息。实际上，这也充分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在多个领域全面超过日本时，日本人的酸劲儿与自欺欺人的心态。当然，也不是没有祝贺中国的声音。我们在俄罗斯本地网站上看到相关新闻下的评论，就会发现，俄罗斯网友对此基本上持积极态度。很多俄罗斯网友为天问1号送上祝福，并且嘲讽西方人不愿面对现实。实际上，这2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航天领域合作相当紧密，尤其是中俄还拟定了共同登月的计划。中俄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被誉为强强联手，也因此大多数俄罗斯网友对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持积极看法。我们真正的将不同国家人对我国火星探测的想法展示出来，哪些人并不感到高兴我们很清楚，而谁是真朋友同样一目了然。真诚的祝福我们会记住，但恶语相向并不会阻止我们进步的步伐，也祝愿我们的火星计划能取得完美成功。我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在这个万民欢庆的日子里，我国的航天人依旧奋战在科学一线。根据媒体报道，我国的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即将进入火星轨道，时间点大概在2月10号晚上8点左右。而此次天问1号能否被火星所捕捉，进入火星轨道，也是今后天问能否顺利登陆火星的关键。可以说，成败就看今晚。天问1号团队在除夕前迎来大考，同样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在期盼着好消息的到来。天问这个命名取自屈原所创作的一首长诗，这也是我国千百年来对星辰宇宙向往的一种延续，富含哲学意味。在去年7月23号，天问1号由长征5号火箭搭载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历时202天。在2月5号的时候，官方还发布了一张天问1号拍摄的火星照片。这张照片是在距离火星约220万公里的地方拍摄的。天问1号探测器由轨道飞行器与着陆器组成。天问1号的着陆器预计将于今年5月份降落。此次天问1号将执行火星环绕、火星着陆、火星巡视3大任务。那么天问1号如何执行这些任务呢？这才得从探测器各部分说起。轨道飞行器的任务是在火星极地轨道上绕行星旋转，以绘制火星的形态和地质图。此外，它还将收集有关电离层以及地球周围电磁场和重力场的数据。除了做科研任务，轨道飞行器将作为通信中继站，将信息发送给地面指挥站以及接收地球的信息。而在天问1号到达月球3个月后，也就是今年5月份，
天问1号的着陆器将从月球轨道上脱离，然后降落在火星乌托邦平原。之后，着陆器将释放火星车，火星车将在火星上进行冒险。天问1号火星车的任务包括使用地下探测雷达仪器测量土壤特征和水冰分布，并且分析火星表面物质以及火星气候和环境的特征，寻找生命的踪迹。是的，我国的火星探测器有一个任务，就是在火星上寻找生命的痕迹。此前，欧美的火星探测器都发现了行星表面或下方可能存在水的迹象。科学家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火星在其历史上的某个时候能够维持生命，甚至现在的某些地区可能含有液态水。根据推测，火星上可能存在地下水的地方，最有可能在乌托邦平原的火山口，而这也就是天问1号选择在那里着陆的重要原因。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尽管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北溪天然气管道2线背后的联营企业已开始恢复该项目在丹麦的铺设工作，目前已全面复工。毫无疑问，这一复工举动无疑不是宣告欧美之间早已同床异梦，俄罗斯同德国选择了硬扛美国的压力。实际上，要说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有多么的铁，那也大可不必。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而除俄罗斯外，美国也是天然气的出口国，所以美国人才会不依不饶地阻止北溪2号项目的开发。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夺取俄罗斯在天然气出口市场的份额，此外还希望借此来切断欧洲和俄罗斯在资源方面的合作，使双方重新回到敌对状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过，对于德国来说，北溪2号就是个亏本买卖。他想不通亏本买卖德国为什么要做，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一项目对于俄国也好，德国也罢，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项目。分析认为，对于德国来说，作为世界工业大国，德国是著名的能源消费国之一。而北溪2号建成后，每年将为德国输送不少于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德国失去这条能源大动脉，那未来国内的工业发展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而对于北溪2号，俄罗斯方面来说，则是救命稻草。以前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一般都要通过乌克兰，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后者，为避免被卡在脖子上，恢复自由贸易权。对于北溪2号的建设，俄德可谓是下了大力气，因为一旦建成，这条运输通道将对欧洲现有的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即使现在北溪2号是一项亏本买卖，俄与德之间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而美国竭力破坏北溪2号工程，主要还是眼红了这块肥肉不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因此情急之下采取了霸权主义的手段。美国希望德国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而使用本国的高成本天然气，让俄罗斯陷入深度锁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婪本质。而且如此之下，不出10年，现在的俄罗斯必将重蹈苏联覆辙，再次陷入衰退甚至解体的不归路。北溪2号的战略重要性值得俄罗斯方面为此不惜付出一切。